如果我告诉你，现在有一种方法可以让 AI Cloud Code 加 DeepSeek 直接接入你的 MT5 交易终端，去分析实时的市场，甚至直接帮助你下单交易，你信不信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搭建一个 MCP 服务器，去实现这种交易。它可以让 Cloud Code、DeepSeek 或者是 Kimi 质谱任何你想用的 AI 模型，完美的和我们的 MT5 终端进行实时对话，让 Cloud 这些 AI 能够直接接管我们 MT5 的各种交易工具。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事无巨细的完整的进行环境搭建啊。最后我会详细拆解它的底层运作逻辑啊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首先最重要的一步是下载 Cloud 桌面版，大家可以直接在浏览器打开 Cloud 官网啊。那么这些网址包括后续会用到的全部的这些相关资料啊，我都会整理到公开网盘，有需要的可以自行查阅。我们点击这个官方链接，然后下载 Cloud Windows 版本啊。下载好之后，我们双击进行安装啊，它会自行去下载啊，我们等待一下。好，我们等它自动安装完成之后，它会打开这个主界面啊。但是你们看到的可能跟我不一样啊，因为你们还没有登录啊，我这个可能是之前没有卸载干净，里面可能存有我之前的一些用户信息啊，所以它直接帮我就登录进来了啊。但是如果是你们的话，它可能需要你再做一个身份验证啊。那么这个操作是一样的啊。如果说你不在国内啊，你或者是你有这个纯净的 IP 啊，有这个网络条件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使用它的谷歌账号登录，这是最方便的啊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网络条件啊，你也不想去折腾这些网络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这种无账号登录的方式啊。那么接下来我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啊。那么操作是一样的啊。首先我们是点击这个按钮，然后点击这个 Help， 然后点击 Troubleshooting 啊，然后点击这个 Enable Developer Mode 啊，就是打开开发者模式。我们点击 Enable， 重启之后我们就先不要管它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配置这个 DeepSeek 啊，或者是其他的 AI 模型啊。那么它们的操作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么这里配置之前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软件啊，就是这个 CC Switch 啊。那么它这个下载的话，大家直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系统即可啊。那么 Windows 的话就是选择这个 Windows.MSI。好，下载之后我们双击进行安装啊。那么这个安装它是很简单的，你直接下一步啊，然后直接运行即可啊，这个很简单啊。那么这里同样的，它存有我之前的一些用户信息啊。我们把这个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是怎么配置啊。好，那么先点击这里这个齿轮，然后我们点击路由啊，也就是第二个标签页，然后我们点击本地路由啊。那么大家第一次安装的话，这里的路由总开关你应该是关闭的啊，但是我们要把它打开啊。那么打开之后，我们再返回到这里的第二个标签啊。第一个这是命令行啊，第二个才是Cloud 桌面版的一个配置啊。然后我们点击它旁边这个加号这个按钮啊，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配置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模型了啊。那么我这里还是以这个 DeepSeek 来举例，其余的你们想用这个 Gemini 或者什么 Cloud 啊，包括这里的质谱啊，或者 Minimax 啊，包括它这里什么 Open Router 啊都有啊，都可以自行配置啊，就丰俭由人啊。那么我这里就还是以这个 DeepSeek 的 Key 来举例啊。我们这里还是打开 DeepSeek 的 API 官网的一个后台，然后在这里创建一个 API 的 case 啊。比如说我这里就是测试CC 创建，然后复制，然后把它粘贴到这里啊。这个 key 的话，大家不要公开给其他人啊，包括这里这个 key 我待会儿演示完之后也会删掉的啊，大家不要去使用啊。然后其余的这些配置项就不用管了啊。那么这两个大家可以勾选上啊，然后直接点击添加即可。添加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DeepSeek 2了啊。我们点击启用啊，然后就可以了啊。包括有时候大家可以测试一下这里点击这个第三个图标测试一下啊，因为有时候啊，它这个你如果不开这个全局出站代理的话，它可能是连不通的啊。这个只出现在我这台电脑上啊，我看其他人都是正常的啊。所以如果你也出现这种你配置这个 Cloud 加 DeepSeek 它老是出错啊，包括你点击这里第三个图标，它老是给你运行的是一个红色的错误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把这里的开啊，把这个全局的出站代理把它打开。当然记得你这里端口要改成你自己的啊，这个我们就不多说啊。
好，那么 CC Switch 配置好之后，大家还是来到刚才我们这个 Cloud Code 的这个界面啊，然后还是同样的啊，你们这里看到的估计和我不一样啊，但是左上角这是一样的啊，大家点击这个菜单栏，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发者，然后点击这个配置第三方啊，然后我们点击一下，点击进来之后啊，你其实不用改啊，因为它会自动的帮助你配置好，你直接点击这里的应用按钮即可啊。好，我们重启一下之后，应该就可以正常对话了。比如说，我们让它介绍一下你自己啊，它这里就可以正常的通话了啊。包括你也可以在这里选择你要使用的这个模型。好，那么桌面端搞定之后，接下来就是配置 MCP 服务器了啊。那么听起来有点高大上，但相信我，非常简单啊。我们直接去 GitHub 啊。找到这个大神写的这个开源库啊，然后我们根据它库里的要求，是要求我们电脑端必须要有 Python 的环境啊，必须是 3.10 或者更高的版本啊。那么我们这里打开 cmd 命令行，我们检查一下，我们输入 Python-Vision 这个命令啊，我们查看一下，我这台电脑是安装的 3.12 版本啊，完全没有问题啊，够用啊。这个 Python 安装我这里就不演示了啊，网上有很多资料了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复制它这里库的这个命令啊，是安装这个命令。等待安装时，我们插一嘴啊，如果你对 MQL5 自动化交易啊 EA 开发感兴趣啊，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啊，点赞一键3连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 pip 已经下载安装完毕了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电脑里已经有了这个 MCP 服务器了啊，我们再输入这个命令啊，这个命令来验证一下啊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命令行已经成功识别了啊，说明已经成功安装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最核心的一步啊，我们还是打开这个 Cloud 桌面版啊，这一步就是让 Cloud 与这个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 MCP 服务器对上话啊。我们打开桌面版，然后点击左上角啊，不是点击右下角的这个图标，然后找到这个 Settings 啊，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最后一个按钮啊，开发者。那么因为我这里是已经配置过的啊，所以它会直接出来啊。当然你们这里是没有的啊，你们需要点击它，这里应该会出现一个 Edit Configuration 的一个按钮啊，我们点击一下，这时候系统会自动帮你打开一个文件夹啊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命名为 Cloud Desktop Configure 的 JSON 文件啊，我们需要修改它啊。我们打开这个 JSON 文件，好，我们打开这个 JSON 文件之后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刚才这个 GitHub 库里面提供的这个 MCP 服务器的配置代码给它复制进来啊，也就是这一块的内容啊，都给它复制进来啊。但是这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坑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你一定要确保你复制进来的这个代码，它和这个 Cloud 本身之前的这堆代码，它们组合起来是一个合格的 JSON 格式啊。如果你不确定你的格式对不对啊，你可以把你写完的这个直接发送给这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啊，让 AI 帮助你检查这个合规与否。好，那么只要格式正确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配置我们的这个 MT5 的登录凭证啊。那么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我强烈建议大家先用这个模拟盘，也就是 demo 账户进行测试啊，因为你直接让 AI 去支配你的真实资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。但是我这里是用的是一个真实账号啊，我这个账号它平时就是用来做一些测试的啊，所以里面不会有很多马雷啊，但是这种操作不值得学习啊，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啊，建议大家还是申请一个模拟账号。好，那么这里就是填的你的 MT5 的账号的这个账号啊，然后这里就是填的你的密码啊，这个密码我待会儿应该要打个码啊。然后这里填的就是你的服务器的名称啊，然后最后还有一项就也很重要啊，这里是指向的你电脑里的 MT5 这个 terminal 64.exe 这个文件的一个绝对路径啊，因为你像我们很多时候会去修改这个 MT5 它默认安装的这个路径啊，比如说我这里是修改到地盘的 soft 这个MT-IC3 这个文件夹下啊，所以我这里同样要填成这个路径。那么填好这个路径，包括其他信息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的保存。好，保存之后呢，还有一个小步骤啊，就是在刚刚那个 Cloud 配置文件的同级的目录下，我们需要新建一个
Scale 的文件夹啊，然后我们你们应该是没有啊，你们新建一个文件夹，命名为 SKILLS 啊，然后点进去之后再新建一个文件夹是 Trading 啊，然后再点进去之后，我们从这个还是这个 GitHub 项目啊，我们找到这里的这个 Cloud Scale Trading， 点进去，然后再点击这个 MD 文件，然后点击这里的下载。下载之后，然后回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目录下，然后把这里的这个 scale 点 MD 文件直接给它扔进来就可以了啊，就不用做任何修改了。然后到这一步基本上就配置完了啊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直接插掉啊，所有都给关掉啊。关掉之后，你把它重启一下，重启之后还是进入这里的 settings， 这里的 developer 啊，这个开发者模式啊。那么只要你配置正确的话，那么你这里就会显示出你接入成功的一个状态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开发选项里面已经可以看到它成功识别了 MCP 服务器啊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啊。现在我屏幕左边是这个 Cloud 啊，右边是我的一个 MT5 账户啊。可以看到我的账户里面目前是有$621的一个净值啊，并且还有一笔比特币的多头的持仓。现在我询问这个 Cloud， 让它告诉我当前 MT5 账户的一个余额以及持有的一个订单。好，那么它弹出一个权限提醒啊，我们点击允许。大家看秒回啊，它不仅告诉了我账户的一个余额啊、净值、浮动、盈亏啊、可用保证金啊，甚至连我持仓的一个细节都查得一清二楚啊。一笔这个0.01手的比特币多单啊，没有设置止盈和止损啊，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奇妙啊，有点神奇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加大一下难度啊，我们让它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市场啊，做一下这个盘面的分析啊。好，我们都点击权限允许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回答啊，可以看到他说从日线上是一个双顶的结构啊，对，差不多是一个双顶的结构，然后大趋势偏空啊，确实已经走空很久了。然后4小时的话，他说是短期空头控制局面啊，然后1小时的话，可能形成一个下降的旗形啊，有可能啊。说的像模像样的啊，而且他还根据我的持仓给了我一些建议啊，建议我设置一些止损保护在什么样的位置啊。真的很神奇啊，他是真的在实时的读取盘面的数据，并且做这个数据分析啊，就感觉很奇妙啊，但是又有一点奇怪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尝试一下比较疯狂的部分啊，就是让他直接下单啊。我对他说，让他开一笔多单手数0.01手，然后进场价在日线的最近20根 K 线的一个最高点啊，那么应该就是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啊。然后止盈止损设置为账户的1%啊，我们看一下它行不行啊？好，我们点击允许。回答完毕啊，大家看右边啊，右边这个 MT5 的终端啊，这个挂单确实给我们挂进去了啊，而且确实是跟我们预料的这根 K 线最近20根 K 线的高点，也就是这根 K 线的高点，这根 K 线的高点啊，确实没毛病啊，而且它的这个止盈止损也都给我们带进去了啊，确实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啊。好，最后我们再让它做一下善后啊，现在我们让它帮我们把手里的订单和挂单全部给撤销掉啊，平仓掉啊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 MT5 的终端啊，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做到啊。允许，允许。可以看到啊，终端里的单子，不管是挂单还是持仓，都已经瞬间被清空了啊。这个感觉，建议大家都用这个模拟盘去试一下吧啊，还挺神奇啊。不过它的这种交易方式啊，跟其他的啊，比如说我们之前把这个 DeepSeek 直接接入到 EA 里面去这个全天的自动交易啊，它跟这个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啊。它这个
我目前体验下来，它应该是不能够自动交易的啊，感觉都是通过这种一来一回的这种对话方式去交易啊，没有办法根据一个策略啊、一个逻辑啊、持续的逻辑进行持续的交易啊。不过它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啊，真的是日新月异啊，玩得很花。好，那么详细的步骤已经演示完了啊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点深层次的啊，就是这个 MCP 服务器啊，它到底是怎么在底层运作的啊？这个 Cloud 它又是怎么做到可以这么直接的去控制我们的交易账户啊，控制我们的这个 MT5啊，这些它都是怎么做的啊？那么我们说这个 MCP 啊，它是这个叫什么模型上下文协议啊，它就像是建立在这个大语言模型啊与这个外部的，比如说本地应用程序之间的一个桥梁啊。那么它通过这个协议可以连接我们本地的这些 Python 这些工具，最适合目前上下文的这个任务的工具去进行调用啊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终端，我们输入这个命令啊，输入这个命令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安装的 skill。好，我们这里找到这个 MetaTrader MCP 啊，然后我们用这个 VS Code 把它打开。好，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之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server.py 这个文件啊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方法啊，比如说最开始这个 get account info 啊，它就是获取 MT5的这个什么 balance 啊、净值啊，包括它的保证金啊，包括我们的杠杆等数据啊，都是从这里来的，都是通过这种 Python 代码的形式来获取啊。那么 Cloud 它其实就是通知这个 Python 服务啊去运行这个函数，然后得到结果，把这个结果打包，然后输出给前台，这就是它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啊。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些具体的功能工具啊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仔细去研究一下它这里的源码啊，它功能还是挺多的啊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这个 Cloud AI 接入这个 DeepSeek 啊，控制 MT5交易终端的一个完整教程啊。那么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前沿的量化与 AI 结合的技术分享啊，请务必帮我点赞、关注啊，并且转发啊。那么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